中。你不是猫就是狗，天生就很粘人，或是傲慢冷漠。但你出现之后，我变得不了解我。本来过得好好，为何你来挑拨？原谅我不知不觉爱上你，白天想你，夜玩游戏 You in my dream。谁说一定要谁同意才能和你手牵手环游宇宙？有你世界不单调，就算是玩着手机学猫在家好喵，不管任何地方有你就会明了。人的爱分两种，有人给多也有人给少，但你出现之后，我变得不了解我。原谅我不知不觉爱上你，白天想你，夜玩游戏 You in my dream。谁说一定要谁同意才能和你手牵手环游宇宙？有你世界不单调，就算是玩着手机学猫在家好喵，不管任何地方有你就会明了。有你世界不单调，就算是玩着手机学猫在家好喵，不管任何地方有你就会明了。高然，我再最后问你一次，会不会喜欢我？我知道了，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你在我生日上挑拨得太明显了，我估计宁伟锦都看出来了。你再这么下去，只会让他越来越讨厌你。宁伟锦是我的，他只能是我的。吃醋啦？没有。小璇说，女人越是说没有，就越是有。哎，小峰，你不愧是女性之友啊！你就是专门为女人打入男人内部的卧底。你不会夸你就别乱夸，我各个方面都很正常的。是，刚直不弯的你。可以说了吧？当然是吃醋啦。第一，迪哥是你大学时候的死党，每天像影子一样的缠着你，这放谁身上受得了啊？第二，不管你和舒依然有多重要的事儿，你也别当着他的面聊啊。知道女朋友最讨厌什么吗？被自己的男朋友忽略。可我没有忽略他呀。可在他看来，你就是和舒依然聊天忽略了他呀。那他可以提醒我呀。提醒你还有什么意思啊？我们女人要的是男朋友全心全意的主动和关注。对了，你是不是觉得丁丁姐不应该介意你的工作？那我问你，要是丁丁姐是一个男性泌尿科的医生，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男人的隐私，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你看，你光是想一下就会觉得不爽。那将心比心，你每天都要接触那么多的女人，其中还有漂亮女人，丁丁姐肯定没有安全感啊。再说，你现在又多了个舒依然，丁丁姐能不多想吗？那怎么办啊？在其他女人向你示好的时候，你要坚决捍卫丁丁姐的地位，比如，当着大家的面一把她搂在怀里，对她说：“我的心不大，只装得下你一个人。”非要当着那么多人这么做吗？当然了，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幸福吗？就是被自己男朋友宠成小女孩，一辈子都长不大的女人。要是让这个女人长大了呀，
那说明他不爱这个男人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哥哥眼里，你永远都是一个需要被宠爱的小孩子。行啊，你这样的要是整的话，我看是没什么问题。真的吗？像我最近这个月做的几台手术都比较成功，都挺好的。没错。前几天那个，那个女生你还记得吗？那个电视台的主播对吧？对，就是电视台那个。一开始就是一个什么购物节目，根本就不火。你看现在，已经上他们的主要节目了，据说今年春晚还要让她上。多亏我们夏医生。可不是嘛。所以啊，我们会为每个客户量身定做一套方案的。哦，这么好的服务还能量身定做啊？那夏医生，如果说你要是要整，就稍微整一点点就可以了。对吧？别的不用。那夏医生，那您看我身材方面，我觉得你这身材非常完美。哎呀，不好意思了都。我建议你啊，不要再做什么大手术，进行一下微调就可以了。行。高医生，有位女士找您。宁为玄，我就知道是他。来。您好，高医生。我听朋友说啊，说你这儿丰胸手术做的特别好。你看我这身材吧，简直是完美。就除了胸哪儿都好，所以啊，我就想着让我这胸更聚拢一点，更丰满一点。你看需要做什么手术好呢？想要手术得先体检。还要什么？您看我这鼻子下巴，人家都说是整的，其实都是真的。哎呀，我现在特别。丁丁姐，没想到你拉花学得这么快。董事长好。可以啊，倪医生，都学会送花了。喜欢吗？该不会又是小璇教你的吧？自学的。走吧。喂，赶紧回来，王敏英术后出血。我马上回来。婷婷，我有个病人出了点状况。当然要做了，你要更加的体贴和谅解，让他呀觉得你善解人意，让他呀觉得拥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是他的幸运。那你快回去吧，我们吃饭不着急的。好，回头我把这顿饭补给你啊。丁丁姐，医生工作是这样的，你可要坚持住啊。我懂，理解，大气。什么原因？应该是咳嗽的时候伤口裂开了，我已经处理好了。那就好，还好有你。一会儿还是请呼吸科的人来看看吧，他昨天开始就一直在咳嗽。你来安排就行。薇锦，王敏英是我们费了这么多心力才救回来的，她现在情况还很不稳定。我觉得你作为她的主治医生，最近还是应该把心思多花在她身上。至于别的事情，暂时可以先放一放。我知道，我去看看她。
迪玲姐，我看穆奕迅在微博里说，马上要新上架一批新的玩偶，看设计啊，和你之前画的脏脏猫一模一样。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已经拒绝把设计转让给他了，他为什么还会拿来用呢？哎，看来啊，是他盗用了你的设计。不行，我要找他说清楚。喂，穆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微博上即将上架的玩偶是怎么回事？我明明已经拒绝把设计转让给您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事？我发布的可是我的原创设计，虽然跟你的脏脏猫有些类似，但你可别忘了，我也有过类似的作品，而且还比你的脏脏猫早得多。那猫脸面具呢？你看清楚一点，那不是猫脸，是狐狸脸。你，我还要开会，就不和你多说了。喂。穆总在开会，你不能进去，你不能。穆总，好了，你怎么来了？你凭什么用我的设计发行你的周边？你们经过我的同意了吗？我之前不是在电话里说得很清楚了吗？这是我的设计，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明明是我的设计，你想要我的版权，我没有给你。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你的设计呢？我有手稿，我也有手稿。可是你的手稿明明是借鉴了我的设计创意啊！你为什么不说是你的设计借鉴了我的设计创意？毕竟你曾经就抄袭过我。我没有抄袭，何况那次已经微博澄清了，你自己也承认，你说的都是巧合。我那时候呢，只是因为你苦苦哀求我，加上我有一点欣赏你的作品，所以才会心软发了那条微博。你还有什么证据能够反驳我吗？我们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和合约，也没有任何的约束，我做什么都没有违反法律和法规。何况这些设计就是工作室的设计，还挂着我穆一寻的名字。你这样拿走我的设计，是无耻的行为。你都不能够证明那些都是你的设计，那你现在的言论都是在污蔑我。我可以反过来告你诽谤。你再这样闹下去，丢脸的是你。总不想再被挂一次微博吧？再不走，我就要请保安了。无耻！来，我们继续吧。不要理那个小丫头啊。没事没事。这个就是我们下一季的计划。以前的方案还得再做调整。为什么？你看，病人术后癌细胞又扩散了。怎么会这样？病人术后的病理报告上显示出，腋窝这边有26个淋巴结都已经转移了，急需化疗。那确实是需要调整方案了，否则病情会更加恶化，孩子肯定不保。看来治疗方案得重新做了。丁薇姐，刚才我在跟舒大夫聊治疗方案，没听到你电话，有什么事吗？危险！我找到一篇关于原发性肿瘤的治疗方案，跟我们之前的病例很像。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你在打电话。一会儿我看。低调。你刚才要说什么？我刚才没说什么。你现在是不是很忙啊？我还好。丁教授，48成病人找您。啊，一会儿我就过来。啊。你继续说。没事儿，我想你了。我这个地方，你看这一处我有点不太明白，你帮我你把你不明白的地方，你先画一下，等一下我再看。你快去忙吧，忙完再说。啊，好，一会儿说。小冯，你赶紧给我过来！我辛辛苦苦好几天，把你一生都给扔了，我就为了好好做出一个设计来。可他连招呼都不打就拿去自己用，混蛋！那谁让你不签合同的呢？谁能想到他这么无赖啊？不对，这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阴谋？对，其实一开始我也想过合同的事，但他说了进了工作室就是集体创意，
除了设计也是集体设计，不能成立个人合同。我也是傻，竟然就信了他的话。按理说这不应该啊，他这么大个腕儿。什么大腕儿啊，就是大骗子，说不定在我之前还坑过别人呢。我要想办法揭穿他丑恶的嘴脸。不是，你拿什么来揭穿？你忘了他之前他粉丝是怎么对你的？你要敢曝光，他肯定发动粉丝来攻击你，再泼你一盆脏水，让你啊万劫不复。做你们创意工作是挺不容易的，抄袭这种事儿还真的蛮难取证的。只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以他如今的地位，要干这种自损羽毛的事呢？他为名利要什么底线啊？前段时间不还有一个特火的破案剧编剧联名揭发制作公司，说什么骗剧本不给署名的事儿吗？对啊，我也可以找之前给他做过设计的人，人多力量大，说不定能找到什么证据呢。有道理。哎，你这个事儿跟那个宁大夫说了吗？他什么想法？他最近很忙，应该顾不上我的事儿。这再忙也得管你啊，还是这么大个事儿。他最近遇到一个特别复杂的病人，那可是一大一小2条生命，我这点事儿算什么？还是别去打扰他了。可以呀，现在越来越有点医术的感觉了。不过呀，以后啊这种事儿肯定少不了。你们现在只是谈恋爱，要以后真结了婚呢，这种矛盾会扩大无数倍。你真觉得你能够承受得了啊？这是我们一个股东公司想要推的一个新人，让我们给设计一下，让他的脸显得更加上镜，所以还需要你们2位通力合作，给出一个完美的方案。主任，我见过他本人，他自身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在一般人当中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面对大众审美的趋势，需要调整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我觉得他自身条件挺好的嘛，不需要多动灯，做个微调就行了。高医生，你知道推出一位新人需要付出多少资源和精力吗？如果不能瞬间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这个艺人的梦想就会破灭，这个公司将会面临巨大的损失。但是这种认可只是暂时的呀，我们要做的不就是根据他自身的条件发掘出他真正的美吗？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直接一点，直接让他们发现每个人的内在美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客户还要来找我们呢？是对啊，说的是。向医生，你这口才做医生都亏了，真的。高医生，我真的觉得你不太懂美，更不懂女人，可惜了。可惜什么？笑什么？行了，就这么定了，这手术就由向医生来主刀，高医生多配合。好。行，帮我确认一下手术时间。好的。高医生，像你这样佛系做手术，早晚是要喝西北风的呀。不劳向医生费心了啊。你怎么那么固执啊？你也是这么对待小迷妹的吗？什么小迷妹？宁维璇是叫这个名字吧？哎，你怎么知道她的？不经意间认识的，还挺可爱的。你别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骗了。他这个人呢，不学无术，那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在家我告诉你，一副邋遢样，一点女人样子都没有。哎，这身材还差，反正就是他乱七八糟毛病一大堆，那脾气尤其差，你千万别对他感兴趣啊！哎，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听你说了那么一大堆，你真的不太喜欢他？啊，那我就放心了。哎，向医生，你放心什么？哎，这有什么放心的？哎，打烊了。那我们换个别的地方。怎么是你啊？我以为你不记得我了呢。好歹一块喝过酒、跳过舞，怎么可能忘了？想喝咖啡，改天再来吧，我不加班。不，我是来找你的。找我？你喜欢猫啊？喜欢猫，却没有大众为了提高自己品味的猫屎咖啡。你还是挺懂咖啡的呀。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猫屎咖啡？因为你们这儿有龟下呀。一般用龟下做主打的咖啡店是不屑于猫屎的，猫屎那也只不过是店家欺骗消费者的一种噱头。WBC
咖啡竞技比赛当中，一般也都是用龟下种的豆来打比赛的，用猫屎反而就有点 low 了。就是，对于那些不懂咖啡的人来说，喝猫屎咖啡还不如喝一杯速溶咖啡。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原来他们喝下去的就是商家的一种噱头。行家啊，兄弟！想不想多了解一点？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惊喜呢。好啊，来杯龟下。哎，我们要坚持不加班的原则，换个别的地儿。等5分钟。雷。这家店啊，我也经常来。我就是特别喜欢这里的氛围。哎，对了，你知道我之前也考过宠物训导师吗？不可能吧？真的，我不会骗你的。你还有宠物训导师证？我以为像你这种整形医生，应该成天是在那种精致的圈子里呀，接触的都是什么红酒、高尔夫、歌剧什么的。哎呦，我怎么在你心里是那么无聊的一个人呢？我得赶紧扭转一下你对我的看法了。服务员，先生。哎，你知道我为什么当了整形师，然后又考那个宠物训导师吗？为什么？因为啊，我有拯救这个世界的欲望。那我就从拯救那些想变美的人和那些被自己宠物搞得焦头烂额的人开始啊。他怎么在这儿？那你拯救他们的时候，会不会想穿超人服？超人服？如果我在拯救你的时候，你需要我这样穿，我没问题啊。我不需要整容，不需要你的拯救。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宁为景妹妹，跟这一切都没关系，就是不喜欢你，只是因为不喜欢你，你懂了吗？你这些都不是爱情，你这充其量就是一种错觉，对，错觉。等你长大你就明白。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很清楚我对你的感情不是错觉，就是爱情。那我也很清楚的告诉你，我不可能爱你。哎，我不光会这些，我还有别的技能啊。你还有什么技能啊？我有户外领队资格证，我还有品酒师证。哎，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随时找我探讨。你不是医生吗？你哪有时间考这些证啊？可能我就是把主业当成副业了。我之前去欧洲游学过1年，这些证呢都是那个时候考出来的。拿我哥的话来说，你就是典型的不靠谱、不务正业。啊！你还有那个户外领队证，那你真的带过队吗？你去过最危险的地方是哪？最危险的地方，一会儿再说吧。你朋友来了。最危险的地方，当然就是别有用心的男人的世界。你是谁啊？我和我朋友聊得好好的，你这样打扰很没有礼貌。小璇，外人面前给我点面子呀。我们聊得好好的，这里外人只有你一个吧？柯医生，不介意的话，坐下来一起喝一杯。好。啊！肖医生，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他，我不想和不认识的人一起喝酒。女生的话，应当尊重。小璇，你可知道你跟陌生人出来喝酒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管我这么多？我想和谁一起出来喝酒就和谁一起出来喝酒，请不要打扰我们。对不起，打扰了。来，
向医生，我是他哥的朋友，他就等于是我的妹妹，我会一直看着你。谁是你妹妹？谁是你妹妹啊？我哥是我哥，我是我。向医生，我们不要理他。来，小璇。你怎么来了？路过，顺便上来看看。好，先坐会儿。舒大夫好。你好。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你们很忙吧？怎么会？你是韦锦的女朋友，不算打扰。要说打扰，也是我打扰你跟韦锦约会了。都怪医院给我安排了公开课，我只好拉上韦锦一起，毕竟她跟我比较合拍。来，喝口水。等我一会儿啊。我觉得那个地方要改一下，就是这样。好。这不错。你看，这样就挺好，是吧？这个地方得删了。我才是正牌女友，我才是正牌女友。舒依然比你高，比你好看，比你有气质，尤其还和宁为锦专业对口，有共同话题，还能每天见面。那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当然要做了，要更加的体贴和谅解，让他觉得你善解人意，让他觉得拥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是他的幸运，让他因为忙而对你内疚，恨不得一休息就马上飞扑到你身边去弥补你。宁为锦，我们有个师兄是乳腺科的博士，叫夏小阳，需不需要我联系一下他？好。对，如果能找到他的话，那就好办了。等于等。你竟然自己就先走了？那不走我能干嘛？他俩说的我根本都插不上话。那你也不能先走啊！你这不是给他们创造机会吗？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他们俩是谈正事儿。郑丁丁，你是真傻还是假傻？见到正儿八经的女朋友还不避嫌？再说了，什么事儿非得晚上去谈啊？你知不知道，现在就是你应该去宣誓主权的时候。我怎么宣誓主权啊？难道我还天天守着他绑着他呀？再说，他每天已经够忙够累了，我不能再让他为了感情的事操心了。你可真是最佳女朋友，我可告诉你，你对自己的松懈就是对敌人的纵容。舒依然现在肯定偷着乐呢。那我能怎么办啊？我是不让他救人，还是不让他做课题啊？你去刷存在感啊，去送温暖。总之，不能让宁为锦冷落了你。我之前跟陈勋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刷存在感，可有什么用啊？他心里要是没有你，你就天天站在他身边，他也看不到你。他要心里有你，他就算再忙，闲的时候也会想起你的。我是真的服了你了。哎，那穆一寻的事怎么办？就这么打算吃哑巴亏？不行，当然不能吃哑巴亏了。我要讨回公道。但是，我不能再给宁为锦添乱了。我不能做一个处处靠男友的小女人，而要做一个靠自己复仇的大女主。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早上你来帮我。说好了靠自己呢。明天见。去。
喂，你好。你是谁？子欣呢？子欣已经睡了，我是她男朋友。哦，你就是陈寻吧？是。正好，你既然接了电话，我就好好跟你谈谈。你不会真打算把子欣拴在你身边当个助理吧？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本来子欣的情感生活我不该多嘴，她为了你情愿牺牲自己的事业，那是她的选择。但她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艺人，我不想看她就这么浪费自己的才华。您有话就直说吧。之前她为了你已经推掉了一部戏的试戏，但我这边跟导演沟通了几次，导演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周天试戏，等她醒了，你替我转告她一下，让她不要辜负了我，也不要辜负她自己。哎，陈寻，你怎么出来了？我渴了，你在给谁打电话啊？没谁，打错了，你赶紧接着躺回去。你要喝水，我给你倒。怎么都没发出去啊？丁丁，对不起啊，昨晚实在太累了，给你回的消息没有发出去就睡着了。丁丁，对不起啊，昨晚实在太累了，给你回的消息没有发出去就睡着了。你知不知道我昨天等了你多久？没事儿，理解你，你也要多注意休息。知道了，想你。我也想你啊。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有早起过了吗？这就是你，换做别人，谁也别想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是，知道你最够意思了。哎，咱们开始想办法吧。你能安安静静的让我喝完这杯咖啡先吗？时间不等人啊！我想拿回版权，打官司是不行的。时间久不说，我也没有有力的证据，好被动啊！你不是说他绝对不是第一次吗？那他之前肯定也坑过别人。我明白，但那也只是猜测，没证据啊。你不是之前很粉他吗？他所有的作品你都看过吗？差不多吧。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想起来，他之前的作品风格好像是有点飘忽啊。虽然创意很好，但是很像学生作品。不过创意嘛，有时候灵感枯竭又不得不交出作品的时候，水平不稳定很正常吧？那这里面可能有问题。我再把他作品找出来看看。哎，我刚刚看你玩那游戏，什么游戏啊？王者荣耀。什么段位啊？黄金啊。哦，那上面升段位可就难了。哎，早啊，高医生。哎，你也早啊。哎呦，昨晚不好意思，我本以为你们是朋友，没想到。你什么意思呀？你怎么认识他的？前段时间他来医院找你，我就注意到他了。前几天在酒吧里还被小混混骚扰，我帮了个小忙。他被小混混骚扰？什么时候？就前几天吧。那天的造型挺特别的。哎，你今天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啊？穿的跟个 QQ 舅似的，这都真的假的？看，高医生，这是小璇今天特意做的头发。哦，不是，光线太暗，刚刚没看清。哎，仔细一看，挺好看的，真挺好看。
也可能就是一种缘分吧，总是不经意间可以相遇。缘分？你对他……哎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不行。为什么？我是他哥，我说不行就不行。不是，他亲哥我都见过，他都没有不同意，你又为什么呀？我不管。我告诉你，你做什么都可以，就是给我离他远点。那就由不得你了。你也喜欢他呀？我不喜欢。那你别拦着我呀。我就懒，我偏懒。我偏懒。叫板，公然跟我叫板，这是。宁为玄呀，宁为玄，傻丫头，你怎么就让他给盯上了呢？真不给我发信息了，不打算理我了。回头突然发现，城市的灯已熄灭，只留我一人独自徘徊。或许你的世界太遥远，越不过界限，看不到终点。你心里想着谁，我只能假装无所谓，天真的以为自己还有机会。用多少眼泪去抵抗你，骗自己一点也不委屈，深陷爱情里最孤独的游戏。以为坚强却不堪一击，我甘愿输得一败涂地，至少曾真心执着爱你。用多少眼泪来离开你，听多少谎言才会放弃，几时早看清这爱情的游戏。把你的好你的坏忘记，所有的悲伤心痛回忆都留给过去，让自己清醒，至少曾真心如此执着。